们回无忧乡禀告陛下。末将幸不辱命，已经斩了叛贼首脑。黑暗褪去，阳光照下，遗迹中的异兽纷纷涌出。秦牧生火做饭，那几个道人也跟着生火。龙麒麟叼出饭碗等投食，秦牧倒了半斗赤火灵丹和半盆玉龙湖水。吃饱后继续上路，那几个道人跟在身后。秦牧回头笑道：“几位师兄有事？”一个道人喝道：“大虚是你家的吗？”秦牧不再理会。日落前，他们来到甬江尽头一个破败村庄。其他遗迹都有异兽躲避黑暗，这里却没有。龙娇男扮作女道人，悄声道：“有古怪。”黑暗降临，天气骤冷，一艘孤舟从另一个世界飘来，船头老者正在扎纸人纸马。他下船后放出一艘纸船，纸船飘起，其中2个道人魂魄落入纸船，飘入黑暗，躯壳留在原地。秦牧化作人首蛇身，用幽都语言向老者见礼，取出村长等人画像问道：“敢问道兄，是否见过他们？”老者点头，见过，他们到我这里问路。秦牧问去了何处，老者指向黑暗，无忧乡，但他们找不到，只会被困住。有阴差准备收他们的魂。江中走出湿漉漉的男女，登上纸船驶入黑暗。剩下3个道人毛骨悚然，2位同伴已被勾魂。龙娇男2腿发抖，不敢逃。年长道人醒悟，低头，他是阴差，目光交汇，魂魄就被收走。龙娇男和另一道人连忙低头。秦牧再问无忧乡具体所在，老者不再言语，乘船消失。村庄恢复如常，只剩3位道人和秦牧一方。秦牧问2个道人来历，赤云道人说，来自星斗天罗门，门主罗星河死在大襄城之战。秦牧点头，众人沉默对峙，天空飘起雪花。都天魔王踢了踢龙麒麟，龙麒麟醒来望了望，又埋头睡觉。都天魔王大怒，这懒货养他作甚？雪势渐大，突然一声佛号从黑暗中传来。秦牧抽出手，龙娇男放下耳坠，2个道人放下剑匣。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从黑暗中走来，何时道：“几位施主，叨扰了。”秦牧起身道：“我们也是过客。”和尚身后走出一个身高丈6、满身黑毛的壮汉，正是魔猿。魔猿惊讶道：“小不点儿。”秦牧失声道：“大个子，你化形了。”魔猿指着和尚道：“秃小。”又指自己：“大秃叫秃小小。”秦牧试探道：“你是说这个大和尚来自小雷音寺？大雷音寺的和尚教你本事，然后这个小雷音寺的和尚把你带回去了？”魔猿连连点头。都天魔王喃喃道：“你怎么听懂的他说话？”秦牧心中凛然，这和尚能在黑暗中行走，只怕是老如来级别的人物。龙娇男等人暗暗叫苦，阴差和小如来都是秦牧熟人，秦牧一句话就能让他们送命。小如来看着秦牧：“小施主坏我功德，还记得吗？”秦牧道：“记得。”魔猿挡在身前：“兔地。”小如来摇头：“我有仇家来，不会动手杀他。”话音未落，黑暗中一个笑声传来：“小如来，深夜约斗，倒也有情趣。”头戴斗笠的灵井道人走入村庄，笑道：“老剑神的弟子，还欠我2个丰都币呢。”秦牧尴尬道：“花光了。”龙娇男等人脸色发僵，又来一位绝顶强者，又是秦牧熟人。灵井道人摘下斗笠，看向小如来：“大雪黑天，杀人好时节。小如来，咱们去远处一战。”好。2人走入黑暗，远处传来恐怖悸动，天上时雪时雨。鸡啼时分，黑暗褪去，秦牧、龙娇男、都天魔王等人同时抱起。龙麒麟现出真身，按住扑来的红蛇蛇头。都天魔王8臂挡住赤云道人的飞剑，秦牧冲至赤云道人身边，魔猿跃起，
禅杖砸在赤云道人脑门。秦牧一剑穿胸，手指一挑，剑光斩过少元脖颈。龙蛟男抓起蛇尾腾空逃走，赤云道人和少元倒地毙命。秦牧收剑，龙蛟男已走远。今晚阴差又有游魂可收了，可惜没能送走龙蛟男。秦牧舒了口气，这次配合都天魔王挡剑，魔猿重击，秦牧收割，龙麒麟压制红蛇。龙蛟男来不及救援，他逃走便追不上了。大个子，小如来没为难你。魔猿摇头，指自己道：我号空。秦牧等了半晌，法号只有一个字。魔猿不再说话，惜字如金。你跟着小如来修行也好，我家大人丢了，我得去找他们。有空回家，灵儿也想你。两人作别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能睁眼。小心，这里有古怪。鬼人，救命！婆婆和爷爷们还有祖师都去无忧乡了。我们只有将源头找他们。